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從拼命三娘到鬆弛女王，38歲的趙麗穎為何越來越令人着迷？如果說娛樂圈是一台永不停歇的高速機器，那麼總有人被流量裹挾着向前狂奔，也總有人在風暴中心依舊能活出屬於自己的節奏。而2026年的趙麗穎無疑是後者。正如你提供的原文所呈現的那樣，她如今最打動大眾的早已不只是作品，不只是商業價值，更是一種極為罕見的生命狀態，那就是2個字：鬆弛。但有意思的是，這份鬆弛並不是輕輕鬆鬆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人類總喜歡只看花開，不看扎根，仿佛一夜之間成熟是件很自然的事，多少有點天真。趙麗穎今天身上的從容，是10幾年在名利場裡摸爬滾打，一寸寸熬出來的。回看趙麗穎的成長軌跡，會發現她的演員之路幾乎是一部現實版女性奮鬥史。她不是科班最耀眼的那一個，也沒有顯赫背景，更不是一出道就被資本捧在手心裡的幸運兒。圓臉、非傳統大女主長相、草根出身，這些曾經被行業視為短板的標籤，幾乎堵死了她前進的很多道路。可偏偏她硬是把不可能打成了可能。從新《還珠格格》中的巧兒初露鋒芒，到陸貞傳奇打開國民度，再到花千骨真正意義上實現全民爆紅，隨後又以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完成演技口碑升級，在憑現實主義題材中的複雜女性角色不斷拓寬戲路，趙麗穎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自我突破。她的職業軌跡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從不依賴舒適區。甜妹她演過，古偶她扛過，權謀女性她立住了，現實題材中的創業女性她也演出了厚度。如今在小城大事中，她再次以極具生活質感的表演引發討論。業內普遍有一種評價：趙麗穎不是天賦型一鳴驚人，而是成長型越戰越強。這種演員生命力往往最強，因為她的根扎得深。你提供的原文裡最值得深挖的，不是她有多少代言，不是她又拿了什麼獎，而是那些極其生活化的細節。素顏出門，戴着鴨舌帽，穿寬鬆休閒裝，獨自去咖啡館，和朋友聊天，慢悠悠散步，在麵包店排隊，被認出後自然微笑。這些片段組合起來，形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公眾形象轉變。她不再時時刻刻像明星，而這恰恰是最珍貴的地方。如今娛樂圈太多人活得像精修圖，連生活都像營業，連鬆弛都像策劃，連笑容都像排練。可趙麗穎身上的自然感，讓大眾重新感受到，原來一個女明星也可以不緊繃。這種不緊繃不代表懈怠，而是一種心理上的穩定。心理學層面看，這是一種非常成熟的人格狀態。她清楚自己是誰，她明白自己擁有什麼，她也知道自己不需要向誰證明。於是，她可以卸下包裝，這種卸下反而構成了更高級的魅力。關於趙麗穎，大眾始終繞不開一個話題：感情。可比起八卦，她真正帶給社會討論價值的是：38歲的女性究竟怎樣才算圓滿？傳統答案往往是事業加婚姻加家庭等於完整，可趙麗穎正在用自己的方式給出另一個答案：事業穩定，經濟獨立，精神豐盈，生活自由，擁有熱愛的工作，擁有獨處的能力，擁有選擇人生節奏的權利。這何嘗不是圓滿？不少評論認為，趙麗穎如今最有力量的一點是她不再被社會模板定義，她不用證明離婚後必須重新開始戀愛，
也不用證明獨身意味着孤獨，更不用向外界展示所謂幸福樣板。她只是在認真生活，而認真生活本身就是最大的高級感。很多人誤以為鬆弛就是隨意，錯了。真正的鬆弛是建立在高度自控上的。觀察趙麗穎這些年的發展，會發現她有3種罕見的清醒：對作品極其挑剔，她知道什麼戲值得接，什麼角色值得賭；對曝光極其克制，她不靠製造話題維持熱度；對生活極其尊重，工作時全力投入，休息時徹底抽離。這是一種邊界感。現代社會最缺的就是邊界感。人類總喜歡把自己累到半死，再誇自己努力，多少帶點荒唐。趙麗穎恰恰活明白了，拼的時候全力拼，停的時候徹底停，這才是長期主義。圍繞她近期狀態，不少網友留言表達祝福。她終於活成了最舒服的樣子。看她走在街頭，感覺歲月終於對努力的人溫柔了一次。有作品，有底氣，有自由，她的人生太漂亮。不是少女感，是生命力。真正的美，從來不是年輕，而是從容。雙引號，這些評價背後折射出大眾情緒的變化。大家已經不再只迷戀完美濾鏡，開始欣賞真實，開始尊重自由，開始羨慕鬆弛。而趙麗穎恰恰成為這種價值觀轉變的代表人物之一。如果繼續往深處分析，你會發現趙麗穎如今的走紅邏輯已經和10年前完全不同。曾經，她的核心競爭力是高國民度加強角色代入感加天生觀眾緣，而現在，她真正稀缺的競爭力已經升級成了成熟演員的穩定輸出能力加頂級商業價值加強烈個人風格加不可複製的人生質感。這4點疊加，才構成如今內娛極為罕見的趙麗穎現象。著名影視評論人評價過這樣一種演員類型：年輕時靠天賦吸引觀眾，中年後靠人格魅力征服觀眾。趙麗穎正處在這種蛻變節點上，她的魅力開始從角色吸引過渡到人格吸引，觀眾開始喜歡的不只是她演誰像誰，而是喜歡她這個人所散發出的生命力。這是一個演員最高級的階段，因為角色會結束，人格魅力卻會長期存在。在商業市場中，資本衡量一個藝人的維度非常現實，不是看熱搜數量，不是看粉絲吵架能力，而是看4個硬指標：國民認知度。這一點趙麗穎幾乎是斷層式領先，從70後到00後幾乎都認識她。這種跨年齡層覆蓋在內娛極少見。作品轉換率，很多流量明星流量大，但劇播不動。趙麗穎不一樣，她有極強的觀眾點擊慣性，只要掛上她的名字，觀眾天然願意點進去看。這是市場號召力，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扛劇能力。輿論安全係數，品牌最怕藝人翻車，而趙麗穎最大的優勢是幾乎沒有高風險負面輿情，私生活低調，工作穩定，商業信譽高，合作口碑好。這意味着她是資本眼中的安全資產，高端品牌匹配度。以前有人說趙麗穎氣質不夠高級，現在回頭看，這種判斷被現實狠狠打臉。如今的她，清冷感、故事感、高級鬆弛感，東方女性溫潤又堅韌的複雜氣質，這些特徵恰恰是頂奢品牌最喜歡的，因為有辨識度。人生中最難的，從來不是成功，而是經歷風浪後重新長出新的自己。這一點，趙麗穎完成得非常漂亮。她經歷過事業低谷、輿論攻擊、婚姻變化、身份轉換、年齡焦慮、行業更新換代，任何一個節點
都可能讓一個女演員迅速掉隊，可她沒有。相反，她完成了3次蛻變。第一次是從小花成長為頂流，第二次是從頂流成長為實力派，第三次是從實力派成長為擁有個人精神氣質的公眾人物。這是最難的一步，因為這意味着她不再只是明星，而成為一種女性樣本。網友熱評持續刷屏，大眾為什麼越來越偏愛現在的她？近期關於趙麗穎狀態的討論中，高讚評論層出不窮。以前喜歡她的臉，現在喜歡她整個人。她不再是花，而是樹。年輕時漂亮是驚豔，現在是厚重。她身上有一種被生活打磨後的溫柔鋒利。終於明白，真正高級的美是舒展。還有網友寫下一段非常動人的評價：她一路走來，像蜜蜂裡的蒲公英，吹散過，跌落過，但最後在更廣闊的土地上重新生長。現在的趙麗穎，終於不是為了誰開花，而是為自己茂盛。雙引號。這條評論被大量轉發，因為它說中了本質。現在的趙麗穎已經進入一種真正自由的狀態。從行業規律看，趙麗穎未來至少還有10年以上黃金創作週期。原因很簡單，年輕演員拼青春，中生代演員拼厚度，而趙麗穎現在兩者兼具，她仍然有流量號召力，同時又有成熟表演層次，這種配置太稀缺。未來她可能重點發力3個方向：現實主義大劇，衝擊更高等級主流獎項；女性成長電影，打造更具國際傳播力作品；制片與幕後，從演員升級為內容主導者。如果這3步走成，她的行業地位還會再上一層。梧桐樹下慢慢走路的趙麗穎，看起來只是一個普通女人，可她走過的路從來都不普通。從農村女孩到國民演員，從圓臉配角到行業頂流，從鋒芒畢露到雲淡風輕，從被定義到自己定義人生。這一路，她跌過、痛過、熬過，最後活成了現在最好的模樣。這種美不喧嘩，卻震耳欲聾；這種強不鋒利，卻無人能撼動。而這大概就是38歲的趙麗穎最令人佩服的地方。文末互動話題升級版：你認為趙麗穎最經典的角色是哪一個？她如今最大的魅力是作品、性格還是人生狀態？女性的人生圓滿，是否一定要婚姻完整才算完整？38歲的趙麗穎是否已經成為85花中的綜合實力第一人？你希望她下一部作品挑戰哪種類型角色？趙麗穎這種鬆弛感人生會成為新時代女性的榜樣嗎？